当今全球范围内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足2手之数，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巴基斯坦。相较于联合国5常、印度、以色列，巴基斯坦不管是科技水平还是经济实力，都远不及以上各国。那么，巴基斯坦为何能在又穷又没实力的情况下发展为一个核武国家？巴基斯坦核事业的背后又是谁在默默支持？巴基斯坦核事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，在各大强国纷纷研制原子弹成功的背景下，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研发核武器的浪潮，巴基斯坦也不例外。但核武事业在巴基斯坦的推进一开始并不是很顺畅。1964年，印度建设成功布处理厂，这引发了巴基斯坦内部的骚动和争辩。眼看宿敌印度走上了研发核武的道路，巴基斯坦原子能部部长布托公开发表声明呼吁，如果印度人拥有了原子弹，那巴基斯坦人就算是吃树皮和草根，也要拥有我们自己的核武器。然而，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却认为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和西方世界达成结盟，以保障自身的安全。最后，阿尤布以财政压力过大为理由，拒绝布托等人研发核武的提议。然而，阿尤布等人的幻想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。1971年，巴基斯坦在印巴战争中失利，这深深刺痛了巴基斯坦人的自尊心，也极大改变了巴基斯坦精英阶层的核武观念。布托出任总理后，开始不遗余力地扶持巴基斯坦核武事业，大力推动原子能从民用转向军用。1972年，印度人公开表示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，这意味着印度不排除对巴基斯坦动用原子弹的情况。于是，被逼无奈的巴基斯坦也只能签署该条约，并愈发加快走上了发展核武的道路。1974年5月，印度人进行了自称是和平核爆炸的核试验，这愈发引起了巴基斯坦人的紧迫感。好在巴基斯坦核物理学家卡迪尔汗回到了国内，并从欧洲带回铀浓缩技术、设计图纸和供应商网络。1976年，卡迪尔牵头成立巴基斯坦首个自主建造核实验室。与此同时，巴基斯坦政府开始从外部进口相关技术与材料。1984年，卡迪尔实验室迎来首次铀浓缩实验，并于2年后成功生产出浓缩铀。再到1991年，实验室的离心机数量已经来到3000台。此外，另有2处高浓缩铀生产设施，巴基斯坦俨然已经具备生产核武器的先决条件。但可惜的是，在美国的强大压迫下，巴基斯坦只能被迫签署协议，同时暂时停止生产浓缩铀，只生产用于非军事领域的低浓铀。因此，20世纪80至90年代，巴基斯坦的核试业陷入了停滞。直到1998年5月，印度进行了5次核试验，巴基斯坦为与之抗衡，不得不顶着美国的压力，再度开展核试验。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巴基斯坦国内的浓缩铀便可以支撑制造出2至3枚核弹头。同时，巴基斯坦从西欧进口了数量可观的原材料。至1998年，巴基斯坦拥有的核裂变物质已经可以生产出12至15枚原子弹。核武器的关键部件，巴基斯坦也陆续实现研发成功。为了应付美国的强大压力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将这些部件组装，而是分开存放。一旦印巴战火再起，巴基斯坦可以在短短数周内装备出10几枚核弹头。与此同时，印度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验一步步挑动着巴基斯坦人敏感的神经，这恰好给了巴基斯坦冒险装配核武器契机。1998年5月28号和30号，巴基斯坦相关部门监测到印度发生了5次核爆炸实验。不甘示弱的巴基斯坦也加紧展开了核试验爆炸测试。不久后，美国情报机构和国际地震监测网传来巴基斯坦核试验的情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中央情报局从巴基斯坦核试验期间散发至空中的物质探测出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使用了布作为原料。情报局还进一步披露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核反应堆正在全力运转，每年可以生产出5至10公斤的武器级布。这些原料足以制造出1枚原子弹。巴基斯坦布原料的生产能力大大出乎了外界的预料。对于巴基斯坦这样一个贫穷欠发达的国家来说，在美国的密切监视与重压之下，能储存到10几枚原子弹当量的浓缩铀已经十分了不得。难以想象，巴基斯坦在生产浓缩铀的同时，竟还具备了批量制造布原料的能力。而这一切的背后，毫无疑问离不开一个国家的支持，那就是中国。巴基斯坦初期的布生产几乎全部依赖我国。早在1976年，中国就帮助巴基斯坦修建了一个小型布反应堆，同时向巴基斯坦输送了布生产的相关燃料和技术。这
这个反应堆成为了巴基斯坦布生产的开端，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最早一批布原料。再到1979年，中国又帮助巴基斯坦修建了更加庞大的重水反应堆，甚至向巴方提供了一些布样品，包括原子能武器的设计图纸、测试数据。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的支持，巴基斯坦的布生产事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。此后，巴基斯坦逐步将其核能力武器部署至军方，但巴基斯坦公开向全世界表明，巴方将会秉持最低核威慑能力的原则。巴方研究和发展核武器的原因，是为了保证自身核威慑能力的抗打击性与可信性。明眼人都能看出，巴基斯坦这一时期的核武发展战略原则，是为了与印度形成核武制衡的局面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，是印度人频频的核武实验以及印巴战火的频频爆发，将巴基斯坦逼上了发展原子能武器的道路。不过，中国又为何会在这一时期介入到印巴之争，站到巴基斯坦的身后呢？站在现如今中巴友好的角度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看似理所应当，可当时并不是这样。其实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中巴经历过一段关系冷淡期、矛盾期。1947年8月15号，印度与巴基斯坦各自独立建国，但双方也遗留下了长达几十年的矛盾。在全球冷战大背景下，国土面积狭小、军事实力孱弱的巴基斯坦惶惶不可终日，想要借助外力来加强自身安全保障。在其国内西化精英阶层的引导下，巴基斯坦一开始便将投靠目标放到了美国身上，并加入了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两大军事同盟。巴基斯坦投靠美国，就毫无疑问走向了中国的对立面。受美国影响，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态度也很强硬，两国鲜有往来。然而，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惨败的巴基斯坦意识到，与同样和印度交恶的中国走向对立，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反倒是联合中国共同对抗印度，才是对巴基斯坦来说最有利的政策。于是，从这一时期开始，巴基斯坦开始率先向中国传达善意和友好信号。双方建交后，首先在经贸上迎来对话。1956年，中巴领导人开启互访之旅，两国友谊迎来阶段性进展。但与此同时，巴基斯坦同样没有放弃对美国的追随。在台湾问题、西藏问题、恢复联合国席位等问题上，巴基斯坦始终对美国亦步亦趋。直到巴基斯坦渐渐发现，印度渐渐取代了巴基斯坦在南亚的战略位置，成为美国推行南亚战略的新棋子。巴基斯坦判断，短期内美国重点援引的策略方针不会变动，美巴矛盾不可调解，印巴冲突更是死结。巴基斯坦要想避免被印度吞并，只能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。此后，美国果然不出所料，愈发不重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巴基斯坦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国的关系。1963年，中巴两国签署中巴边界协定，成为与中国建立直达航线的首个非共产主义国家。自此，中巴友谊开始走上快车道，不断朝着稳定方向发展。虽然过程中受到苏联入侵阿富汗、美国制造舆论分化中巴的影响，可巴基斯坦始终以坚定的立场支持着中国。这些考验使得中巴友谊愈发密切与坚定。中巴友谊的缔结毫无疑问是双赢的体现。巴基斯坦需要背靠中国这棵大树，中国也希望借助巴基斯坦的力量牵制印度，与美印同盟相抗衡。至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核武事业支持，同样是出于这一战略考量。明眼人都能看出印度的大国野心，印度人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小小的巴基斯坦。毕竟，印度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就已经能做到对巴基斯坦的全面压制。而除了巴基斯坦之外，整个亚洲地区与印度存在摩擦的最大国家莫过于中国。一旦真的让印度研制出核武器，第一个受到威胁的势必是我们。况且，印度人早在核武器研制成功之时，便公然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条约。这意味着，一旦中印、印巴发生冲突，印度不排除直接动用核武器。这一点，中国不得不防。于是，帮助巴基斯坦发展核事业，实现南亚地区的核武平衡，就成了中国维护自身安全、保障亚太地区和平安定的必然选择。巴基斯坦核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，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，双方发展核事业的初衷都是为了保卫自身安全，不受西方霸权的威慑。仅从出发点上来看，中巴的核武战略与印度、欧美世界有着本质区别。